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大哥要来进行的是这部我们台湾市面上比较稀少的，从台南来的坐专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蓝色 W123230T1 旅行车的飞油盘回装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飞油盘看起来好漂亮好干净，因为大哥内外都整修过了。那这个飞油盘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行进当中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都落在110ml左右跟标准的170少了大概60ml。这是 W13的车子，已经到现在已经快40岁了。如果以人的年龄，他应该超过120岁。30年车子报废，人90岁报废，这部车40岁，人已经活到120了。那所以说，因为经过40年的使用，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尤其是我们机械式的分油盘堵塞造成我们的供油不顺。那如果以这个 M102 4缸引擎的话，它跑不缺油不缺水，跑50万公里都不是问题。这个分油盘在整修之后，大哥发现它的膜片破损了，导致压力一直上不来，所以我们经过换新的膜片之后呢，理论上它应该再用个20年不是问题。这个分油盘因为换了膜片之后，它行进当中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就很漂亮，误差的3%以内。那尤其是它在怠速的出油量就是10分钟小油门的出油量更是漂亮，几乎是零误差。那因为它的缸压1、2、3缸都在12.5 kg/cm 平方，稍微偏高。第4缸比较差一点，9.5那理论上它应该会造成缸压因为不平均所造成怠速的抖动。那等下我们发动起来，我们就了解它到底这个引擎跟这个分油盘整修过之后，它怠速的稳定性。那再来，它这个加热阀这个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过了。那加热阀它的数据也就是在标准数值以内状况非常好的。那再来我们讲到它的4支喷油嘴，这4支喷油嘴看起来就相当糟糕，有2支大哥有办法清洗，另外2支就必须要换新。所以喷油嘴2支喷油嘴大哥清洗，另外2支我们就必须要换新了。那至于分电盘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分电盘大哥整修，把它拆下来检查，它分电盘状况不错，也就是说它分电盘应该还有80%新那理论上，如果分电盘它是消耗品因为它有活动键，它有磨损。那分电盘的话如果全新品大概用个8万公里应该不是问题。那它的分电盘的状况大概应该还有7、8成新应该你感觉上刚换不久，所以它应该跑个5、6万公里不是问题高压线也 OK。那至于说它的那个火星塞就很天才了，它火星塞换的是那个F 开头的 FR7DC 又有电阻，然后呢那个火星塞的牙的末端也不一样，应该是锥状的。那无论如何，待会把它换过来了H7DC 没有电阻的，因为高压线有电阻，所以我们标准的车子就不能再用电阻，否则火花会变小。那因为我们来看到很重要，它欧导光这欧导光它换过了，它不是原厂的。那这个欧导光其实火花是很好的大哥检测过很多换这个小的点火放大器欧导光，
它的电压值都很高，火花数据都很漂亮，所以这部车子它的火花测试下来的数据很漂亮，火花没有问题。那再来，它的这个 W13有个通病，W13有个通病，什么通病呢？就是说，它压缩机它压缩机是换新的压缩机它不是原厂的那一颗，它已经改良过的压缩机，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冷度很够，但是因为压缩机力量比较大，造成它负载也比较重，所以三角皮带都会叽叽叫。那大哥检查过它的三角皮带它的三角皮带紧度也没问题，但就是会造成会叽叽叫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无解因为尤其压缩机状况越好，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再来就是它的机油这个机油大哥已经换过了，它机油是伤脑筋的，这根够黑了那水箱精大哥也换过了。那再来就是大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讲这个球头不见了这个球头不见了，什么意思呢？我刚才从这里我看能不能看到这边有个球头 ，OK， 这球头油门在运转的时候呢运转加油的时候是这样加油这球头会往这边跑，它必须要拉动这个球头拉动这个球头。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个是在控制我们提速的变速箱做一个 kick down 的这个做动的，就是油门，就是说换挡，正确名字应该叫做换挡线加速换挡线它拉杆头类似这个样子的拉杆头这种，然后类似这样拉杆头不见了，大哥一时也找不到可能到时候必须要选个代用品，用铁线把它做一个连接，因为大哥目前引擎测试 OK， 但是还没有开出去测试。为什么？因为那个拉杆线大哥没有那个零件想办法做个替代品再来做试车，我才能够了解它变速箱的状况它的汽油帮补的状况，看外表有点漏油不过这是接点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的回流量回流量就代表汽油帮补的压力，还有油箱留下来的堵塞状况。我数据是还 OK， 汽油滤芯也是刚换新，所以这个汽油帮补、汽油滤芯大概都没有换。但是蓄压器是严重漏油，就一定要换，因为蓄压器漏油会造成残压不足、难发动，又造成供应量的不足。那还有就是它 W23有个缺点因为它的中控锁它不是靠我们外面辅助的中控马达来抽吸的这个作动来开关门，那它是靠除气筒，然后靠除气筒来启动它的车门的开跟关。但是几乎10部车有10部100%，它这个除气筒这个真空管路都是漏真空，所以说车门这个地方大哥还没处理，我想办法看能不能让它的车门，因为它现在车门4个门不能够一起锁，那就麻烦了。每次离开车子就一定要用手动去关车门这个问题，大哥还没处理，看想办法能不能让它这个状况稍微有点改善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是6角橡皮它这这个是好的，因为这个橡皮还在，下面这个橡皮还在。你看它其他3个车门，
这个六角下面这凸圆都已经坏掉了啊，它3个车门都换，大哥还没开始换，然后好，大哥到车子里面来，还有它的排气管啊，它排气管头段漏的破掉了，声音很吵，这个大哥也还没处理再来看，我们看它的3个表。尤其它的中间，我们看到它中间的这个转速表那个速度表速度表，整个是灰白啊，跟旁边2个转速表跟油量表就形成很大的对比。这个大哥也还没拆下来，处理，就是说使得就把它清理一下这点大哥还没整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冷车发动。因为冷车发动 W23 跟它的加热阀我们在数据上面有看到它加热阀大概整修过以后，它的冷车跟热气压力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很正常，我们才会有冷车加油气加浓，帮助冷车发动的这个功能大哥来做个冷车发动，来个大哥红火在40度以下了。我们看到这个温度在40度以下，这个如果加热阀不良的话，一发动起来，如果车子身体健康，发动起来车子会抖；如果身体不健康，车子就很难发动。OK， 我们来看看这部车的冷车发动是什么状况。我这一点就着了，而且它的这个启动马达力量够，启动马达状况不错，但是我们听到噗噗噗的声音。这排气管头段前面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破掉了这大哥还没处理。那我们一发动以后，因为现在大哥有开冷气启动的时候开冷气，所以我会听到叽叽叫了。OK， 好，我们到外面来。我们看到它冷车120目前大概还3.5左右等一下它会就慢慢上升，因为它会上升到4点多，代表它油气目前是有加浓，那压力升高之后，油气加浓的功能就解除了那我们来看到它这个流量表流量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流量表我们现在看到右下角这个数字是2.14左右那还有因为它误差值4，还有2.5 2.1加误差值4 2.5，代表汽油从这边进，从这边进，从这边流回去的流量1分钟有到2.4公升，代表它的油箱里的供油没有堵塞，汽油泵补压力也够只是汽油泵补寿命还有多久大哥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汽油泵补它如果一挂，那车子就停了。大哥把还是冷却不要关我们来看看它这个皮带叽叽叫的状况大哥一叫皮带叽叽叫，这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它有3条皮带，它其中1条负责带动压缩机的皮带，压力也够紧度也够，但是是没办法。现在冷气跳开了就没声音了。等下冷气挤上去它就会叫了。这一点目前还真是没办法克服我们来看看它目前的转速是1100转因为现在还在冷车，油气加浓我们听到了，刚刚跳上去，皮带又开始叫了，因为压缩机又接回去了，而且这压缩机的状况很新所以它阻力比较大，它效能压缩力量比较大，所以它负载也会比较重这个问题如果热车就好了
热车就好了。所以这一点，哦，那现在这个90，哦，现在900转，啊，900转，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它因为这部车子它没有怠速马达，也没有稳定怠速的功能，所以说它冷气有开跟关的时候转速是不一样的。冷气打开的时候会降了超过100转左右，冷气关掉哦，到大概就是会提高100转。所以大哥在设定的话，就是开冷气的时候哦，大哥会设定在850转啊，等它热车完成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我就是 W23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办法克服。哦，现在刚听啪一声，就是那个冷气又接上去了，又要开始叫了。不过热车就好了。大哥还是去把冷气关掉好了。OK， 我把冷气关掉，好，开送风。那这一次这部车子的那个热水阀、热车的回路是不是正常？大哥还没检查，因为要检查暖车啦，我觉得暖车的功能是不是正常？大哥还没检查。排气管破掉，好吵！好，大哥把引擎关掉。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热车的重新启动。哦，温度大概60度了，这一点就着了。所以这车况现在是引擎的问题没有问题，引擎大概再用个20年没有问题。那在20年，这部车就60岁了啊，因为耗材，W23的耗材都大概不是问题。那这部车子的内装哦。大概看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它还是原车的内装啊，内装椅子也没有塌，这椅子都还没有塌，只是脏而已啊。这椅子状况其实还很好的，它只是状况都还不错。外观就是这个 Maggie 条啊，这电镀条，我们看到这个电镀条就很伤脑筋啊。电镀条，这个电镀条，因为它氧化了，氧化就产生氧化斑和白斑就那个原车主就把它烤成黑色，但是它又没有泡掉，所以到时你看这样看这个很可惜，这么好，这么难得的车子啊，这外面这边状况哦，后车状况还是原车的座椅，内装是 OK 的哦，就是引擎表面部分还没有处理。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老车要常常开，老车它就怕不开。我的排气管破掉好吵。那老车要常常开，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哦，有空跑高速公路。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